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曾经游客满到挤爆，如今却门可罗雀的台湾景点。或许你曾经去过，挤在人潮中大汗淋漓，再去时却发现空空荡荡，仿佛时光静止。这些地方当年有多风光，又为什么渐渐没落？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10个从盛极一时走向冷清的景点吧。第10名，碧潭风景区。提起新北市新店的碧潭，老一辈的人一定记得它昔日的热闹。想当年假日的碧潭有多挤，沿着碧潭桥望去，全是人头攒动，情侣们踩着天鹅船在碧绿的潭面上穿梭，小贩沿岸叫卖着烤香肠跟豆花，岸边餐厅一位难求。黄昏时分更是人山人海，游客们为了等一艘脚踏船，常要排队半小时以上。那时的碧潭可说是浪漫与欢笑的代名词，尤其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，更是台北人周末约会、全家出游的首选景点。然而现在的碧潭平日显得格外冷清，白天只见几艘小船静静停泊在码头，船家百无聊赖地望着不再出现的人潮。入夜后，过去灯火通明的摊贩街如今大多歇业，只有桥上几盏装饰灯孤独地闪烁。为什么曾经那么夯的碧潭会变得这么冷清？原因其实反映出观光潮流的更迭。一方面，年轻世代嫌弃碧潭太老派了，没有新奇刺激的元素，只有传统赏景划船，对他们来说少了吸引力。再加上碧潭夏天烈日暴晒，游逛一圈汗流浃背，停车位又难找，相较之下，年轻人更宁愿躲进凉爽的百货公司或咖啡厅消磨时间，也不想来这里大太阳底下流汗。另外，碧潭周边的商店街多年来变化不大，贩卖的吃食与纪念品千篇一律，缺乏创新，让回头客越来越少。虽然近年来政府重新装修了碧潭吊桥，晚间打上美丽的彩色灯光，偶尔举办音乐会、光雕秀，试图重振人气，但人潮始终回不到往日荣景。曾经假日车阵大排长龙的新店西畔，如今变得寂静幽兰。碧潭见证了台湾观光从户外自然景点转向室内商场的演变。那些昔日依偎在潭畔的年轻情侣也已长大，换了新的约会地点。对老台北人而言，碧潭的没落夹杂着一丝怀旧的感伤，是景点老了，还是我们变了？或许两者都有吧。第9名，小乌来天空步道。还记得前些年席卷全台的玻璃天空步道热潮吗？桃园复兴区的小乌来天空步道正是引爆这股热潮的始祖。2015年左右，台湾出现第一座高空透明玻璃步道，悬吊在小乌来瀑布上方的 U 型吊桥。当时消息一出，游客纷纷赶往，一睹为快。许多人为了踏上那透明玻璃，往下俯瞰峡谷瀑布的刺激感，不惜舟车劳顿前来挑战自己的胆量。开放初期，小乌来每天都大排长龙，游客一批批限量放行到步道上远眺瀑布，站在透明玻璃上俯视绝壁，腿软心跳加速的同时又兴奋异常。那时的小乌来山区本来宁静的山林小道挤满了人，停车场车位供不应求，附近的原住民风味餐厅生意兴隆，一片繁忙景象。然而不到几年光景，小乌来的热度明显降温。如今平日的天空步道入口前经常空无一人，即使是假日人潮也稀稀落落，再也看不到当初络绎不绝的盛况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乌来天空步道从全民追捧变得门可罗雀？首先，新奇感的流失是主要原因之一。当初天空步道之所以爆红，靠的就是全台唯一挑战极限的独特体验。然而各地看了小乌来成功的例子，纷纷仿效新建天空步道观景平台，一时间天空之桥在全台各风景区雨后春笋般出现。当类似的体验哪里都有，小乌来不再独一无二，游客自然不会再长途跋涉特地前往。其次，小乌来天空步道本身体验时间很短，走完整段玻璃桥不过几分钟，除了最初那一下心惊胆跳外，没有更多丰富的内容留住游客。很多人去过一次尝鲜后，就不会想再去第二次。再者，小乌来地处山区，交通不便，从市区开车山路蜿蜒，要花不少时间，没有车的游客更是难以到达，投入成本高，游玩时间短，回报的满足感却有限。久而久之，
热情便消退了。此外，也有游客反映，天空步道排队管制繁琐，为了短短几分钟体验，常常等上半小时、1小时，兴致大减。当初的人潮退去后，小屋来回归山林的宁静，只剩山风日夜吹拂。那片曾经承载无数尖叫欢笑的玻璃，偶尔3两游客来访，反倒能悠闲地独享瀑布美景，再不必人挤人了。第8名，石门水库。你可能会好奇，一座水库也能算景点吗？事实上，桃园石门水库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，可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的热门观光地。当年石门水库不仅是供水种地，更被打造成大型休闲游乐园区，号称台湾的后花园。尤其水库畔有座传奇的亚洲乐园，1978年开幕时曾号称全亚洲第一座大型机械式游乐园。当时台湾人出国旅游不如现在方便，能在自家门口玩到云霄飞车、自由落体等新颖游乐设施，让无数家庭趋之若鹜。周末的石门水库南苑乐园里人声鼎沸，小孩尖叫欢笑，大人拿着相机捕捉孩子的笑颜。乐园的缆车横越水库，带游客登上坝顶眺望湖光山色。园区里还有饭店、餐厅，甚至建造了水上乐园区，可以玩划船戏水。那年代，石门水库的游乐园风光十足，连水库定期泄洪都是一大看点。游客聚集在园区看，汹涌水柱奔腾而下，惊呼连连。石门地区周边因此繁荣一时，成为桃园的观光重镇。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时代变迁，石门水库的热闹渐渐退去。1989年后，亚洲乐园因经营不善开始走下坡，设施老旧、安全事故等问题丛生，终于在1998年黯然歇业。大型游乐园一关闭，昔日络绎不绝的人潮也随之散去。少了游乐设施的加持，石门水库回归，它作为水利工程的本色，风景虽美，但缺乏新意。90年代末期，台湾家庭旅游的选择更多元，新兴的六福村、剑湖山等主题乐园崛起，取代了老旧的亚洲乐园地位。而年轻一辈开始流行出国旅游，相较之下，石门水库显得土气，自然造访的人越来越少。虽然水库边的几家活鱼餐厅和赏樱步道在2000年代仍吸引一些游客，但也只是当地零星的热度，无法重现当年摩肩接踵的盛况。后来甚至连活鱼餐厅也因口碑下滑，被嫌贵、口味普通而门庭冷落。如今走在石门水库的大坝上，曾经人山人海的观景台可能仅有稀疏几位游客在拍照留念。昔日乐园的遗址早已杂草丛生，只剩下一些生锈的铁架诉说当年的辉煌。石门水库的没落让人唏嘘，也成了许多5、6年级生、1960年代出生者共同的童年回忆。哪怕现今再访此地，脑海中仍隐约能听见当年欢乐的回响吧。第7名，溪头妖怪村。南投溪头森林游乐区本是以自然景观著称，但2011年左右冒出的一个创意点子，硬是把这深山小镇变成观光胜地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妖怪村。妖怪村其实是溪头附近的一处商店街，业者以日本传说中的妖怪为主题，打造出充满日式奇幻风情的小村庄。入口处树立红色鸟居，挂满灯笼，写着各种妖怪名字。街道两旁是木造的和风建筑，小贩和店员戴着妖怪面具装扮，四处陈列猫咪老师、一反木棉等卡通妖怪公仔，还有会动会吼叫的机关人偶。最有名的是一只会喷烟、吐舌头的巨大天狗模型，镇守在村口，以及贩卖妖怪饼干、妖怪爱玉的特色店家。这个别开生面的主题春一推出，立刻引爆话题。没去过日本的人惊呼，仿佛置身妖怪漫画世界；去过日本的人则觉得新奇有趣，拍照打卡不嫌多。妖怪村最风光时，假日游客多到挤不动步，巴士一台接一台开进溪头山城，道路严重拥塞。村里每天定时还有妖怪出没的小表演，一到时间点，人群就把广场围得水泄不通，争睹妖怪游行的滑稽场面。当时许多人专程开好几个小时车，就为了上山逛这个独特的妖怪主题商圈，甚至住一晚溪头山庄，享受森林芬多精间体验妖怪飨宴。然而短短几年后，
妖怪村也面临了人气衰退的困境，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，新鲜感退却和内容单一。妖怪村本质上是一条主题商店街，吃的是创意噱头饭。一旦游客看过逛过，发现无非就是拍拍照、买纪念品、吃点日式点心，实际上没有深度的文化内涵或持续更新的元素时，回头率自然不高。很多人在那里拍了一圈可爱搞怪的照片后，觉得原来就这样，新奇感一过去，下次就懒得再来了。此外，妖怪村的成功在台也引发不少类似主题街区出现，分散了注意力。而随着近年日本自由行盛行，年轻人更倾向直接飞去日本，体验正宗的妖怪祭典与温泉乡，谁还满足于山寨版的妖怪村？结果就是妖怪村开始被嫌弃，商业化太重，村里卖的东西千篇一律，价格不菲，又缺乏新意。有些游客甚至抱怨说，原本冲着妖怪来，结果逛来逛去就是一般纪念品店和小吃店换了个日式包装而已。随着口碑下降，讨论度降低，游客量也逐年下滑。如今平日走在妖怪村，少了熙熙攘攘的人潮，红灯笼下显得有些冷清，偶尔才有几组游客好奇驻足。只有夜晚亮起灯火时，仿佛还能依稀看到当年妖怪游行时热闹非凡的影子。妖怪村的兴衰证明了纯粹靠创意撑场的景点，如果不持续创新，终究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。第6名，台中彩虹眷村。从妖怪的浓妆艳抹到彩虹的斑斓缤纷，台湾曾经另一个靠彩绘爆红的景点就是台中的彩虹眷村。彩虹眷村原本是台中市郊一处老旧的眷村聚落，几排矮房简陋破败。大约在2010年前后，退伍老兵黄永富爷爷，人称彩虹爷爷，不忍居住数十年的眷村被拆除，在墙上开始天马行空的作画，用鲜艳的色彩涂满了整个村子，各种童趣的人物、动物、几何图腾覆盖墙壁地面，原本灰暗的眷村一下子变成彩虹世界。这原本只是老人家的兴趣创作，却被附近大学生发现拍照上传，意外在网络上爆红。媒体争相报道这个彩虹奇迹，政府也暂缓拆迁计划，将其保留下来成为观光景点。巅峰时期的彩虹眷村每天吸引数千人次参观，假日人潮更是挤满在巷弄里，大家都想亲眼看看这位可爱的彩虹爷爷，顺便拍张缤纷绚烂的涂鸦墙照。那时村子口架起棚子，有志工维持秩序，还规划了单行动线，避免人潮对撞。各家墙前都排起长龙，等着拍完美照。一时间，不到彩虹村，枉到台中的说法流传开来，连国外观光客也慕名而来。不过，彩虹眷村的光环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暗淡。首先，话题热度的消退使游客量回落。彩虹村最吸引人的是其独一无二的缤纷画作与背后温馨励志的故事。但几年下来，该看的大家也看过，该拍的网美照满网都是，新鲜度降低就在所难免。其次，彩虹眷村毕竟地方很小，只是几条短短巷弄而已，游览时间不到1小时便逛完。对许多回头客而言，在访时缺乏新惊喜，墙上的画大同小异。彩虹爷爷的作品风格固定，可看的东西有限。虽然管理单位偶尔维护补漆，但大体图案都维持原状，变化不多。再来，早期造访彩虹村的新鲜感过后，一些现实问题浮现，例如人潮太多时巷弄拥挤，居民抱怨吵杂，甚至曾传出游客乱丢垃圾的不文明行为，多少影响景点评价。随着彩虹爷爷年事渐高，如今已90多岁高龄，他出现在村里跟游客互动的次数减少，也让原本冲着他本人去的游客略感失望。总之，各种因素交织下，彩虹眷村不再是台中最夯的打卡点。现在平日的彩虹村重归宁静，偶尔可见3辆外国背包客或学生漫步在彩绘小径，欣赏墙上的图案。假日虽仍有观光巴士停靠，但人潮已远不如前，拍照不用再久等，甚至有时一条巷子只有你独自一人。彩虹依旧鲜艳，但追逐彩虹的人变少了。彩虹眷村从爆红到降温的过程，就像墙上一道道彩虹绚烂过后，终将归于平淡。第5名，集集火车站。集集小镇位于南投，
是台湾一条老支线铁路的终点站。在1999年的921大地震之前，集集火车站只是个普通的乡间小站，游客并不算多。然而921大地震重创南投后，集集车站的木造站房严重受损倒塌，这座小站意外成为震后重建的象征。铁路单位在原址保留了震毁的站体残迹作为纪念，同时在旁边迅速搭建临时月台维持营运。灾后重建期间，许多全台各地的人专程搭火车到集集，一来参观地震遗迹，二来为灾区加油打气。很快的，新建的集集火车站于2001年完工启用。仿日治时期木造车站风格古色古香，融合了复古与纪念意义，顿时声名大噪。再加上集集支线沿途风光秀丽，途中有绿色隧道、火车餐厅、车城老街等景点，搭小火车漫游成了一时风尚。2000年代初期，每逢周末都有满满观光客涌入集集小镇，月台上背着相机的铁道迷，拄着拐杖的阿公阿嬷，跑跳的小孩，全都为了一睹新站风貌和旧站残迹。老街商家抓紧机会推出火车饼干、集集香蕉等名产，生意兴隆。一时间，搭集集支线朝圣仿佛成了全民运动，连当年台湾最高领导人也曾亲自造访，为小镇带来媒体关注。然而，随着震灾记忆渐渐远去，集集的热度也不可避免地降下来。首先，支线小火车的新奇感在持续10几年后逐渐消退，年轻一辈对于慢悠悠的柴油小火车兴趣不如从前。如今大家习惯开车或搭高铁快速移动，要再花时间搭支线火车的人少了很多。其次，观光资源缺乏更新也是一大因素。集集车站本身除了新旧站房对照的看点外，缺乏更多娱乐或深度体验。一旦看过拍过照，旅客往往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，逛完老街，买了香蕉酥，吃碗冰，就行程结束了。小镇虽然朴实有趣，但年轻人可能嫌无聊，不会一去再去。再来，区位有限使回访率低，集集毕竟位置偏远，从台中或彰化过去要花不少时间，只为了看一座车站。很多人热潮过后就不再造访。也有观点指出，集集当年的走红带有灾后复兴的特殊意义，属于一次性热潮，等到社会目光转移，新鲜感不在，人潮退去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现在的集集火车站平日时常显得安静，偶尔有对铁道怀旧有兴趣的零星旅客在月台驻足，欣赏老火车缓缓进站的画面。月台旁摆设的退役蒸汽机车头孤静地停放着，铁轨旁的野花随风摇曳。虽然假日时仍有亲子家庭前来搭小火车游玩，但和全盛时期相比，聚集的人潮已大不如前。集集车站仿佛从灯光舞台退回平凡日常，静静守候下一次的热闹降临。第4名，高跟鞋教堂。如果说有哪个景点是靠造型奇特建筑瞬间窜红的典型，嘉义布袋的高跟鞋教堂绝对榜上有名。这座外形如水晶玻璃鞋般的蓝色建筑，通体由数百片蓝色玻璃组成，高约17公尺，远看就像一只巨大的高跟鞋立在空地上。2016年初，高跟鞋教堂正式亮相时，打着全球最大高跟鞋造型建筑的名号，迅速在网络上爆红，媒体争相报道，封它为浪漫新地标。年轻女孩们更是趋之若鹜，幻想能在此拍出宛如灰姑娘般的梦幻婚纱照。开放不久的假日，高跟鞋教堂前广场人山人海，游客们顶着烈日排队，只为走进鞋跟里看一眼，拍照打卡。当时当地政府希望以此带动观光，特地把周边空地整理成婚礼广场，据说计划提供新人在此举办婚礼。许多情侣专程从北中南各地开车来，就为了和这双巨大玻璃鞋合影留念。那阵子，整个布袋小镇热闹非凡，附近摊贩卖起各种高跟鞋造型的纪念品、点心，一时风光无两。然而，风潮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高跟鞋教堂在短暂爆红后，很快显露出后劲不足的问题。首先，它缺乏实质文化内涵和有趣的周边活动，游客除了拍照，其实没有别的事可做。高跟鞋教堂里头是空的，只摆了几张长椅供人稍作休息。
既非真教堂也非博物馆，逛不到10分钟就结束。原本构想中的婚礼举办，因种种因素，包括位置偏远、夏季炎热、无遮阴等，实际上很少人愿意来这里办婚礼，多半停留在纸上谈兵。结果教堂沦为一个纯粹的造景，拍完照游客就走人，无法留下来消费或深度体验。其次，地点偏僻，导致人潮难以长久维持。布袋镇并非传统热门景点，除了高跟鞋教堂外，周边缺乏其他足以吸引外地客的景点或行程。许多人为了这一张照的景点，长途奔波一次后，就不会想再去第二次，毕竟实在太远了。再者，网络上的评价也开始出现两极，有人觉得梦幻，有人则批评它毫无意义，浪费公帑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新鲜感消失后，负评让更多潜在访客兴致缺缺。结果，教堂前的广场由最初的挤满人潮，渐渐转为冷清。平日里可能整个园区空荡荡，只有工作人员在一旁维护环境。假日还有一些游客慕名来拍照，但也多是顺道一访，拍完即走，不会停留太久。高跟鞋教堂那晶莹的蓝色玻璃，在艳阳下依旧闪耀，只可惜映照的人影已稀稀落落。短短数年间，从爆红到沉寂，高跟鞋教堂成为昙花一现、观光模式的一面镜子，提醒着人们光靠独特造型炒作话题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第3名，宜兰吉米公园。继续来看一个同样靠艺术造景打响名号的案例。宜兰火车站前的吉米主题广场，也就是俗称的吉米公园。这里原本只是宜兰火车站外一片普通广场，但在2013年，宜兰县政府为了打造文化亮点，邀请知名绘本作家吉米廖福斌的团队，在广场上设置多组大型装置艺术，重现吉米绘本中的经典场景。有星空里那节载满小女孩与小熊的梦幻火车车厢半埋在地上，旁边坐着垂腿的金发女孩与她的好友小熊。有巨大的钢琴键盘地面，象征向左走向右走里，男女主角错过的街头，还有撑着伞的男孩，飞翔的纸飞机等可爱造景。一夜之间，冰冷的车站前广场变成童话天地，引发全国轰动。开放初期，许多家庭年轻人专程搭火车来朝圣，为的就是和这些缤纷梦幻的装置合照。假日时，车站前广场挤满举着相机、手机的人，每组装置前都排起长龙，等待拍照。孩子们在巨大的钢琴键上蹦跳，大人们忙着捕捉每个角度的画面。吉米公园成了宜兰市的新地标，连带刺激了当地观光商机，周边出现不少吉米主题的小店、彩绘墙，贩售相关纪念品。那阵子，周末到宜兰看吉米是不少都会家庭的休闲选项，因为从台北开车经雪山隧道到宜兰只需1小时多，交通便利，使得人潮更加汹涌。然而，和其他完美打卡景点类似，吉米公园在历经数年热潮后，也面临吸引力下滑的挑战。首先，重游意愿低沉的问题，装置艺术虽美，但毕竟静态不变，对初次造访者来说新奇有趣，可是看过一次之后，再访就少了惊喜。吉米公园的设施多年来几乎没有更新换代，依旧是那些场景人物，缺乏新的展品或互动元素来延续话题。当新鲜感一过，游客便将目光转向别处。例如，近年各县市也陆续打造了自己的特色彩绘村、公园装置，选择变多了。宜兰吉米公园不再像刚推出时那般独占鳌头。其次，周边环境与配套不足，影响了游客体验。虽然地点在火车站旁方便抵达，但公园毕竟不大，逛完整个广场可能不到半小时。很多外地人意犹未尽，却发现附近除了几间小店，并无太多可逛之处。宜兰市区其他景点有限，游客可能拍完照就离开，去往县内其他风景区，无法在市区停留太久。再次，话题热度转移。吉米公园刚出来时，吉米绘本正红极一时，但如今小朋友爱看的卡通、绘本角色不断推陈出新，年轻世代对吉米作品的共鸣度未必像上一代那么高。原本喜爱吉米的一批粉丝年纪渐长，新成长起来的孩子则对这些静态雕像兴趣缺缺，他们可能更爱互动式的科技展馆或游乐园。综合以上因素，吉米广场的人气逐年趋缓，
现在平日走在广场上，也许只看到零星旅客在车厢旁拍照，没有当初络绎不绝的队伍。假日虽仍有观光客，但多半是顺路经过，顺便看看，停留时间很短。那些曾经承载欢笑惊呼的可爱雕像，如今默默矗立在原地，见证着人潮起落的循环。吉米公园仿佛一本摊开的绘本，当翻阅的人渐渐散去，故事也归于沉寂，只余下童话场景本身在阳光下静静发亮。第二名，台东水往上流，听名字就足够吸引人，水竟然能往上流。这处位于台东东河乡都兰附近的公路边小景观，曾经让无数路过的旅人停下脚步，张大嘴巴。所谓水往上流，其实是一条沿路旁延伸的农田灌溉水渠，由高处引水而下，但因为地形和周围地貌形成视觉错觉，站在特定角度看，水流仿佛正往上坡方向倒流，令人惊奇。早年交通不便、资讯不发达时，这个自然形成的错觉现象一度被奉为超自然奇观。1990年代，东海岸公路还没那么多人工景点，水往上流就是游客耳熟能详的必访点之一。沿着台11线海岸公路旅行的人，往往会在里程 148K 处转进小路，专程来看水流倒流的神奇景象。一块刻着水往上流奇观的大石碑竖在路旁，游客们纷纷弯腰凑近水渠，惊讶地看着水似乎逆着斜坡往高处走，还不忘合照留念。那时每逢连假，景点旁还有小贩摆摊卖饮料、冰品，提供给因好奇而停留的观光客。孩子们更是对这违反直觉的现象充满疑问，睁大眼睛问爸妈，水为什么可以倒着流？于是大人们一边摸不着头脑，一边编出各种可能的磁场说、地心引力异常说，来半哄半解释，场面相当有趣。然而，随着科学常识的普及和旅游形态的改变，水往上流这曾经奇幻的景象，如今早已淡出热门景点名单。最主要的原因是揭秘后的新鲜感消失。其实稍加观察就会发现，所谓水往高处流只是角度错觉，水依然遵循地心引力往低处流，只是背景坡度造成视线误判。这现象被多次在电视、网络上解析，甚至还有国中生以此做科展题目，用实验证实水并没有反重力。当谜团被解开，原先的神秘感荡然无存，许多人恍然大悟之余，也就不再特地跑一趟为了看一条小水沟了。其次，可看性有限，令其难敌新景点竞争。水往上流景点非常迷你，就是马路旁的一节水沟而已，除了那2-3公尺长的错觉水流，没有其他附加看点。放在今日，它甚至称不上完美景点，因为画面并不特别美观，只是一条平凡的水渠。如果不是特地解说，照片影片很难凸显出水在倒流的效果。当天现代人旅游更讲究拍照打卡的美感和多元体验时，水往上流显得单调无趣，年轻一辈很多甚至没听过它的名字。一些去过的游客也反馈，就看一条水沟啊，水还不是一样往下流，只是看起来怪怪的，5分钟就走人。这样略带失望的评价让后来者更无兴趣。再者，地理位置偏远也是因素之一。水往上流位于花东海岸公路中段，附近除了都兰某些文化景点外，没有大型游乐设施。以前东部开发较少，经过这里都会停下来看看，但现在东海岸景点层出不穷，如都立秘境、三仙台、小野流等，游客时间有限，往往选择更具娱乐性或壮观的去处，而忽略了这个小小水沟奇观。种种原因下，水往上流慢慢的被遗忘在公路转角。现今驾车经过，可能只剩下老司机会心一笑的对新人说声诺，那就是以前超夯的水往上流。新人看一眼，哦，这样啊，车子连停都不停，继续赶路。那块奇观石碑依旧矗立，但见证的游客寥寥，水还是在流，只是我们的脚步不再为它停留。第一名，竹山天梯。压轴登场的是南投竹山镇的天梯景区，一个从辉煌到荒芜的典型案例。竹山天梯其实是一座高挂在山谷间的超长吊桥，横跨竹山太极峡谷，因陡峭阶梯状的桥面造型得名。天梯
2011年正式对外营运时，它宣称全长136公尺，垂直高度达数十层楼高，是当时全台最高的景观吊桥之一。一时间，挑战竹山天梯成了永脚游客的梦想清单。开放初期，每逢假日，游客中心门口人满为患，大家在导览人员引导下分批进入园区，沿着山路健行前往天梯。走到峡谷口，眼前陡峭的铁梯吊桥横越两壁，宛如直通天际，让不少人望而却步脚软。但更刺激的在后头踏上天梯，每一步都仿佛踩在半空，脚下木板随着人流微微晃动，下方100米深的峡谷溪流轰鸣，风一吹来，桥身轻轻摇晃，胆小的人两腿发抖，紧抓栏杆不敢前进。年轻人大呼过瘾，还故意跳一跳感受晃荡幅度。每当有人走完全程，安全抵达对岸，总能听见如释重负的笑声与欢呼。那几年，竹山天梯成为新闻宠儿，各大旅游节目争相报道，有的形容它犹如魔鬼训练场，挑战极限，有的称它绝美秘境中的云端天桥。在广告效应下，更多人赶来挑战，自驾车停满山下停车场，当地居民开启接驳车接送发财。一时间，竹山山区的咖啡、笋子餐也成了热门，带动地方经济。然而，在风光了几年之后，竹山天梯的命运急转直下。近年你在到访竹山太极峡谷，可能会扑空天梯，景区长期处于封闭休园状态，甚至已宣告停止对外营运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首先，游客热潮退却，竹山天梯虽惊险壮观，但对一般观光客而言门槛不低，要走约2公里山路才抵达，加上桥本身对惧高者是一大挑战，许多普通游客初次体验后觉得吓死了，再也不想去了。能成为回头客的大多是健行爱好者或专程挑战的少数勇者，访客族群较窄，缺乏稳定多元的客源，热潮过后人数自然下滑。其次，维护困难与安全考量让营运举步维艰。吊桥高悬峡谷，每年台风豪雨频繁，对结构损耗大。2017年曾因大雨冲刷，桥梁基座受损而关闭维修。2021年又逢疫情关园停摆。2024年的凯米台风更造成部分步道崩塌，玉福吊桥断裂，园区被迫无限期休园整修。频繁的灾损不但造成安全疑虑，也使游客兴致减退，谁也不想千里迢迢跑去扑空或冒险。再者，经营策略不善也是隐忧。竹山天梯初期声势浩大，但之后缺乏持续的宣传和周边景点串联，游客来一次觉得除了走桥还能做什么？停留时间短，消费有限。当地政府本想将它与茶园、瀑布整合发展，甚至规划架设高空缆车以提升可达性，但这些计划迟迟未实现，最终在经费人力难以为继下，官方于2025年宣布停止竹山天梯的对外营运。也就是说，曾经让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天梯，如今正式走入历史。现场拉起封锁线，入口处贴着休园告示，里头步道杂草丛生，远远望去，天梯吊桥孤悬谷间，再无人踩踏，只有山峰低鸣。竹山天梯的故事以一种令人惆怅的方式落幕。从前络绎不绝的永脚客仿佛云散烟消，只留下大自然重新接管现场，一切回归沉寂。回首以上这10处景点的兴衰沉浮，每一个都仿佛映照出台湾观光文化的一段缩影。有的是时代变迁，昔日风华不敌岁月；有的是创新不在，昙花一现终归平凡；也有的是环境使然，天灾人祸让繁华骤止。我们不禁要问，究竟是景点变了，还是旅人的心境改变了？也许两者都有。随着世代交替与生活形态的不同，上一代人拥挤追捧的所在，下一代可能兴致缺缺，而靠话题炒热的人气，如果没有实质内涵支撑，也终究无法长久。这些曾经人挤人，现在没人去的景点，有的正试图转型求生。例如，地方政府引入新活动或改善设施，希望再造亮点；有的则索性保留现状，让它静静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不论如何，对亲身经历过他们辉煌的人们而言，这些地方永远刻印着一段珍贵回忆。也许某天你路过其中一处，会想起当年人声鼎沸的样子，
心中一阵唏嘘。但换个角度想，现在的冷清也未尝不是另一种美，少了人潮喧嚣，多了宁静与空间，我们反而能更加细细品味景点本身的风景与故事。毕竟风光与没落都是无常的轮回，或许下个10年，今天冷清的角落又会卷土重来，而现在热门的打卡点也可能变成明日黄花。身为旅人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潮起潮落之际，多珍惜每一次造访的当下风景。你呢？以上这10个景点你都去过吗？哪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，又对它的变迁有何感慨？欢迎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我们一同见证台湾观光地图上这些兴衰更迭的篇章。